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登录微信搜索"爱情保卫战"官微的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晚8点到10点呢，我们的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，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还有机会连麦互动。好，让我们看今天的嘉宾，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？请开门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7岁，来自哈尔滨；自由职业赵女士37岁，来自吉林。自由职业，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如何评价对方？他冷漠、自私，控制欲特别强，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缺点呢，就是太感情用事；优点呢，还算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。总体上来说，还算可以吧，说得过去。现在的状态怎么样？我已经到极限了，这样的日子根本看不到头，要么让我换工作，要么就离婚，我一天都不想再忍了。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呀，要不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齐心努力，也过不了现在的好日子。他为什么就不满意呢？希望对方最先做出的改变是，希望他能真正的心疼我、尊重我、听听我说话，别总把他的意愿强加到我身上。我就希望他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别总不知足。讲讲吧，谁先来说一下呀？我先说吧。好，我跟我老公通过朋友认识的，谈恋爱的过程中呢，也觉得对方比较适合，自然的结婚了。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结婚10多年了。在这个10多年的相处过程中呢，我就发现他特别大男子主义，我必须按照他的生活方式和想法去生活。他比较爱旅游，他就在一次次旅行中呢，他就觉得这个旅游行业非常好，他就跟我说，不行，咱们两个把工作辞了吧，咱们去做这个旅游行业。我起初是不同意的，但是呢，架不住他软磨硬泡，完之后我们就把工作辞了。等真正工作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他根本就跟他说的不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去泰国旅游，白天的时候呢还好，我跟着这些游客在一块打卡拍照啊，都玩得挺开心的。等晚上回到酒店要休息的时候呢，他竟然不让我睡觉，把我叫起来跟我复盘，今天白天人家导游都干了什么，行程是什么。工作狂，出门玩的时候也想着工作，要看看人家都是怎么导游的，怎么安排的哈。对，不光是出去玩这样啊，还有别的也这样。就在家工作的时候，那压榨的就更不用说了。哎呀，怎么压榨？我大概每天早上6、7点钟起来，就是开始接待一天的游客，整个这个行程。等我真要忙完的时候，可能就得晚上11、2点钟，甚至1、2点钟。这个时候回家了，也不允许休息。复盘不说，这是常规操作，干嘛呢？还要让我起来算账。我说我工作一天16、17个小时，我在算账。我说我头都大了，算不对还说我。旅游从业经历，它基本都是这样。你像我们游客，第2天他就要走了，那你说不精细的把这些账给游客算完的话，游客也不干呢。那为什么你自己不算呢？我也在算，我有我的游客要带啊，他有他的游客要带，一直我是属于拽着他在往上走的。就是反正你这个让妻子干活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丈夫也没有闲着哈。对，没有闲着，都在一起忙。对，可能我在沟通游客第2天的行程啊，或者其他一些问题，只是说分工不同而已。就是丈夫可能更敬业，妻子呢可能也努力了，但是不想那么累，太累了。我就觉得跟他在一块儿就把我压榨的，没有一个员工能像我这样这么长时间的去工作吧。还有。我记得在我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我还依然出去工作，甚至要工作到晚上11、2点钟。反正这妻子就觉得这个丈夫在工作上太要求高，太压榨你的劳动力，很难承受哈。对，这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。那你这个生完孩子，就孩子呀小的时候，这是不是能好一点？你就带孩子嘛。我本来寻思生完孩子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带一带孩子，借机会能休息休息。但是呢，在我儿子刚刚10个月还没断奶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求我出去工作，要求我把孩子送回吉林姥姥家，让姥姥去带。你要不同意呢？我不同意，就是吵，直到我吵不过他妥协为止。我记得前2年吧，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呢，孩子在屋里写作业，后来吵得很厉害，他就走了。等我在屋里的时候呢，孩子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呢，就悄悄的给了我一个纸条。啥纸条啊？那我啥都得跟你说嘛，就不想跟你说，怕打击你。给你什么纸条？就是他说，妈妈，如果说你觉得跟爸爸不幸福，你就离婚吧。那不可能，我儿能写这话？你看，啊，那拿着呢。来，那爸爸，不可能，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儿子的笔记？
是不是你儿子写的？这个我不认识，我儿子字能写这么好吗？你儿子的字您都不认识啊？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这绝对是你杜撰的，我告诉你。看着没？他就是这么自以为是。就明明就他儿子这个东西，他都不相信，他都觉得是我伪造的，他就这么自以为是。做妈妈的绝对不敢伪造这样的纸条。哎，你俩来给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来看看。这一看这小朋友，您看3个字不会写，用的是拼音。没想到吧，你儿子可是个小爷们儿了啊！所以先生，你别以为你太太是吓唬你啊。就是人家说你不让我换工作，我就离婚是有底气的，因为儿子支持。你这不是工作就那么4、5个月吗？其他时间干嘛去了？其他时间在家躺床上刷手机，都不用说孩子了，就家务几乎他都不做过。而且还什么呢？我还得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去做。如果说我不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做，他就在那盯着我直发毛。这带孩子家务就不用说了，那么最起码家里的这些男生的力气活你应该干了吧？在我们家修灯我上，修灯哪回这修灯我没参与啊？回回叫你都不动，后来实在没办法过来了，站在那儿瞅着我上梯子，动嘴儿告诉我怎么干，给我递工具。我那哪是瞅着你干的，我不在下面给你扶梯子了，我怕你摔着。那行，上边的活上梯子你上不了，上边的干不了，那下边的你干了吗？那下水道你不用上梯子吧？那你伸过一把手吗？就我这体格上高和这个确实是有点费劲。再一个，这中间我也提议过，我说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说咱就外雇个人，对吧？成天雇人，那雇人不得花钱吗？多花1分钱我就得少陪孩子1天，那我这钱都是怎么挣来的呀？刚才说到照顾孩子嘛，这对孩子照顾，你觉得你丈夫怎么样啊？这些更没有。孩子就刚几个月的时候，还没送走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孩子发烧，他正好在家，我说你开车送我和孩子上医院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既然告诉我让我打车去，我说才几个月大的孩子，我说我自己抱着孩子又挂号又这儿那儿的，我说我怎么做呀？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把他妈叫来了，让他妈陪我去。那他那会儿在做什么？床上躺着。不是你看着的是床上躺着，那不是因为当时陪客户已经出去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回来我就想睡个觉，那怎么整？那你说我说那就叫个车吧，专家号都给你挂好了。那你看你提出你说缺人陪同，我说我把妈妈叫来啊，陪你一起去，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不是，怎么听起来啊，先生，你这工作都比孩子重要啊，怪不得你儿子能写出这样的小纸条，就连他跟他妈妈吵架都得我去给我婆婆道歉。啥意思啊？我记得有一回是他带他妈妈出去逛商场，结果不知道这娘俩因为什么在商场吵起来了。他呢就跟我说啊，那个你去给我妈道个歉，哄一下我妈，告诉我不管我用什么方法啊，必须把他妈妈哄好。我是你们家的奴隶吗？还是保姆啊？就是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啥呢？我跟他结完婚之后呢，首先我在他工作上是一个被压榨的工具，跟他在一起生活呢，我觉得像个保姆。完了呢，我又觉得我同时又像个奴隶，我又得干这，又得干那，还得听他的指挥，听他的安排。就是你俩一块挣的钱都交给谁在管理啊？钱在我这儿，这样再没有的话，那更过不去了，早我就受不了了。他和你娘家人关系好吗？前一段时间我们家我二妹妹结婚了，她就是来哈尔滨定居，可能说是就是装修嘛，有点活需要我们去帮个忙。完了头一天呢，我们就带着孩子呢去洗浴中心，说是先玩一玩，第2天再去干活。当时晚上也9点多了，我说那咱就第2天有活，咱就早点走吧。我们就带着孩子就走了。结果在回去的路上中呢，就在车上就脾气一下子就爆发了，就大喊大吵的，给孩子都吓哭了。当时在洗浴是这样的，就是确实是玩到9点多，很晚了，孩子确实没玩够，说我只恳求这几个大人，我只求最后玩5分钟，玩完5分钟以后我就走。3个大人因为第2天有事儿，用20分钟半小时跟孩子讲道理，连忽悠带拽，让孩子上车了。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。就是本身我们就已经是在那玩的比较长的时间了。完之后呢，我们要决定走了，孩子还要玩，不想走。我觉得这细节都不重要，对，重要的是他后边在车上的咆哮。在车上之后呢，把孩子给吓哭了，孩子就不敢回家了，你就只能说把孩子送到妹妹那儿，先将就一晚。我说妹妹，你帮我带一晚吧。把孩子送到我妹妹家之后呢，回家呢，我们2个就又吵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二妹夫回来了，就作为关心过来看一下。结果我刚一开门，他指着我妹夫就说：“
啊，你走，我家不欢迎你，你滚。我妹夫怎么你了？就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说把我妹夫不是，那你知道他们在家族群里咋说的吗？说啥了？那说的话有多难听，那微信截图记录我都交给节目组了。那看一眼啊，咱先别那么激动哈。三妹找对象可得擦亮眼睛，别找脾气大还情绪不稳定的。这说的就是这个你哈，这个截图这个视频根本就不是说是他说的那个意思，是那天吧，我妹妹他们在群里边吧有一个那个聊天截图。我们家就是在长春老家那边吧有一种昆虫，那个虫子吧就自身带着一些臭气。我妹妹就说我这个虫子呢有点臭，哎，大姐你是不是深有感触？她就觉得我妹妹说虫子的事在骂她。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故事，我把我妹夫送走了之后呢，等我再上楼的时候，他把我所有的衣服、生活用品都给我撇到门口了。我就把东西收拾全都装到了车里。我在车里坐到了天亮，他下来找我来了。找我之后呢，你别说光你在车里待着天亮，我在楼上我也没睡觉啊，我不在楼上一直瞅着你来着吗？然后呢，他下来找你了。下来找我之后呢，找我什么呢？跟我说要找孩子。我不领他去，他就跟着我，就一步我走哪儿跟哪儿，走哪儿跟哪儿也不说话，就这种状态，这么大个体格子，特别吓人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带他去找孩子了。不是，那我跟着你，我就是用我的方式默默的陪着你。那我不也是怕你干出点啥过激的事儿吗？孩子接回去了吗？接回去了。接回去之后呢，在家里边又吵，就不用说了。但是通过这次事儿之后呢，他就开始肆无忌惮了，就是他也不装了，也不表现了。就因为啥？我们每次孩子放暑假的时候，都要带孩子回到姥姥家，让姥姥姥爷看看孩子。结果这次因为这次吵架之后呢，就说什么都不回去了。看完这聊天记录，你说回去怎么相处？怎么能在一桌上吃饭？那哪句话说的不是事实啊？你脾气不大吗？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拉倒啊！对，所以女士今天来，你刚才那个小片上说是不让换工作就离婚，其实还不仅仅是工作的问题哈。最起码，首先第一点，先把上班这个问题解决，我们两个分开之后，再去调和其他的问题。如果说还是就算工作都分开了，还是这种状态的话，那可能真的就要过不下去了。不是，所以你有想过你们俩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啊？我觉得就是他对待我的态度和脾气吧，让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他对游客脾气不大，这个情绪稳定吧？稳定啊。那为啥对你是这样啊？因为我不听他的话。因为你太听他的话了吧？我怎么觉得是？其实他跟我说的话，我也都在听，只是说听的可能比较慢。就像刚才我说的是家务，再一个就往往那一站，现在我应该是245。在最初的时候，2年前吧，我应该是310斤。他说的都是那前的故事，我能减下来都是因为他一句话。他说你再胖下去我就不要了。还得别人说吗？都不为自己健康考虑吗？哎，你老公有优点吗？优点，认真算优点。工作认真哈。对，认真算优点，什么事儿都认真。所以说我们看似呈现出来的是工作带来的不愉快啊，或者说你们夫妻合作带来的不愉快，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们婚姻还是出了内核的问题。你点评一下这对夫妻的生活吧。其实姐，我还挺羡慕你的，因为你们俩一起工作嘛，心往一个地儿使，这个家越来越好。然后咱哥也是很有事业心的一个人，这一块我还是比较羡慕的。您连这都羡慕啊？你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！我这个状态你还羡慕？对呀，真是。那说明他更惨哎。他比我更惨。我估计啊。我觉得比我更惨。你比我他有可能比你惨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幸福并不自知啊，先生。我感觉就是老婆上不上班都无所谓的，他不上班的话也能养得起。他上班，他现在上班也是他自愿要出来上班的。我感觉这是男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担当。行吧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。你的所作所为，不仅让妻子感觉到恐惧，让儿子都感觉到害怕了，因为您在客人面前是无法去发泄的。您是不是把所有的都搬回家了？到了家当然是个温暖的港湾，你肆无忌惮的消费这个温暖的港湾。但是今天如果说离婚，你愿意离婚吗？你肯定不干嘛。做丈夫呢，您去复盘一下，就像您经常让他复盘工作一样，复盘一下你对家人、对这个家庭您的所作所为，您再去回望一下自己，您就会感到自己
错在哪里？男生呢，你对于工作有一点用力过猛，但是你在家里很懒，几乎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让妻子来做。你说你的体格大，你上不了梯子，你不能做这个轻活重活，总之你都不能做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在外面做导游的，出去有很多就是繁杂的事情，包括好的态度，包括方方面面的事情，我相信你都是做得很好的。你在妻子面前，你却什么都不行。包括你跟你的妈妈吵了架之后，你也要让自己的老婆去哄，而且你说我不管，我只看结果。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，但是你把蛮横不讲理的这种大男子主义的这种人设是立到家里来了，而且作为父亲，你给孩子的关爱陪伴你是非常非常少的。你要说这位男士，从我对一个人的感受和你的整个状态和表达方式，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老实人，而且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。你也为你的妻子，你说我减肥了，怎么说钱在哪儿，可能心就在哪儿吧。作为女性，我觉得在一个家庭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你还是爱这个家的，但是你们之间却没有了彼此给予的体面和关爱。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彼此意识到这种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好，意识到你们俩这个中间的核就是彼此给予对方更多的爱和关心理解，就这样。你儿子确实看到他的妈妈不幸福，但是这个不幸福啊，妻子，一部分是他带来的，一部分是你自己带来的。我们其实人是有感知幸福的能力的，我觉得你俩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感知幸福的能力很差，共情的能力很差，不知道体恤对方，谁也不体恤谁。你别以为好像他不体恤你，每天压榨你的劳动力，我觉得你也不体恤他。可能换做有些家庭的女性会觉得，你看我老公这么辛苦，这么用功，这么努力的工作，给家庭创造条件，他让我睡觉我都不舍得，我得陪着他跟他算账。有没这样的妻子？应该有。所以我觉得你也不体恤他呀，你也不共情他呀，他也不共情你呀。有没有这个丈夫是，哎，我这旅游这活太累了，我一个人累就算了，我不能拖着我老婆一起累。有没有这种丈夫？有。我们都要去感受对方的情绪，去体会自己其实是在幸福中的。当然你们有不愉快的地方，这个我也承认，但总盯着那不愉快，总盯着他那一丝发脾气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先生，我也不是替你说话啊，我觉得你也是因为你知道他很在乎这个家，很在乎这份感情，所以你真的也很多时候不作为。你就觉得那反正是我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他们能咋的？翻不出花儿去，所以孩子发烧了让我妈去不就得了吗？对婚姻永远都要有敬畏之心，永远都得绷着那根弦，不是娶回家来生了孩子就扔在炕头上，我不用管了，他天然就爱我，就能照顾我。不是的，你就是爬不上那个梯子，你也不能让你娇小的妻子冲在前头去装那个灯。你就是蹲不下安那个水管，你也不能把那么脏那么累的活交给你娇小的妻子，让她去干体力活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所以我觉得对婚姻敬畏是我们一生的在婚姻当中的功课。你要敬畏婚姻，要给妻子多一些情感上的支持，所以互相尊重，敬畏婚姻。我相信你们婚姻的路还长着呢，幸福还且着呢。儿子这句话你回去做个小框框，我回去裱起来。别挂起来啊，裱起来，裱起来放桌上。别放桌上，让孩子看着不好。你裱起来藏到车里边，经常拿出来看一看。你要证明给孩子，有一天让妈妈写一个小纸条给儿子，说妈妈其实和爸爸在一起挺幸福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还给你，你拿回去自己裱起来藏起来啊，别让儿子看着。至少她这个老公对她是有爱的。我一直坐在这儿，我在想一个前因后果。你要求一个体重310斤的人爬梯子，这跟男女无关，这跟夫妻无关。然后我在想，我要求一个体重310斤，我要求他窝在那儿去修那下水道，我是要求他窝那儿修呢，还是干脆我自己修去？这跟夫妻都没关系。然后我又想，他起码在扶梯子，他起码在自己老婆说你都310斤了之后，
他能把自己咣当一家伙减到245，他是有多在乎他老婆这句话。然后你就不承认他其实在努力。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些东西，在那洗浴中心门口，谁剥夺了我教子的权利？那是我亲儿子，我作为他爹，我认为他多玩5分钟，他承诺了，妈妈，我再玩5分钟，我一定走，他承诺了，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履行承诺的机会。然后这个时候我被排除在外了，所有人终于把这10几岁孩子给掰弄出去了，上了车。嘿，我怎么就那么窝囊？明明我是他亲爹呀，这孩子就得你们管是对的，我不管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这孩子立刻就开始害怕了。哇，我那个暴君爸爸又生气了。我那个暴君爸爸跟我二姨、跟我三姨、跟我二姨夫、跟我妈妈说的一样。我看到一个被排除在家庭核心之外的一个人，他每天努力着让自己的妻子能对自己高看一眼。他从310斤减到了245，所以他站在现在，老张现在整个一副非暴力不合作态度。这个时候你看到什么了？你是看到你们家的未来欣欣向荣，你还是看到你们家的未来岌岌可危？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找工作吧，你去找一个单独的工作，你们夫妻2个人每天24小时能分开12个小时以上。这哥们儿起码能有12个小时照照镜子，哎，这12个小时里，嘿，哥们儿，我是个人儿了。老师说那话句句到心坎儿。加油，赵女士！这爷们儿跟你生了一儿子，在外头他也没犀利，在家里他也努力着呢。你说他个性有缺陷，我认，但这哥们儿真爱你。这哥们儿到今天心还没冷。我觉得这位先生就是在做情感霸凌，我觉得这位先生就是在做家庭的独裁。但唯一一点我要确认一个事实，孩子的事情，就那天在洗浴中心玩，孩子说过几次说我再5分钟，再5分钟，说过几次？那次呢，是我们大概快8点半的时候了，我就说我们提议就要走。完了呢，因为明天有事儿有活儿，那个孩子呢就说要再玩会儿，他就跑出去就玩去了。等再回来的时候，找着他的时候就接近9点了。我说那咱就走吧，就别玩。这时候孩子说我再玩5分钟，而不是说一开始就要走。此时父亲有说那就让他再玩5分钟吧，有说吗？有，我是支持我儿子的。我说儿子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说到做到，爸爸支持你。我说剩下的你去跟你的妈妈去商量。你把权力交给了妈妈，对吗？对。儿子跟着妈妈走了，此时你就应该听妈妈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后面的极端表现你要显示什么？显示说我在儿子面前的权利，我都同意你玩了，结果你妈妈不同意走了。并不是，老师。那是什么？全程我看着他妈妈还有二妹夫他们一起去怎么去协商孩子，我一句话没吱声。你为什么不吱声？因为就像老师您说的，我把权利已经移交给了他的妈妈。好的，那你后面做的事情是什么意思？当出了洗浴以后，那我自己的内心我肯定就是爆发了。哦，我冲的是我在车上爆发的内容。我想我现在记得是，我说一群孩子不要脸啊，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忽悠孩子，太不要脸了。所以此时你针对的是谁？大人。你针对的是孩子这件事儿吗？你并没有为孩子在争什么，你为的是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情绪，你在伤害所有的人，包括孩子，对吗？你在情感上怎么不是呢？不明白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要是为了孩子要玩那5分钟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对，让玩5分钟就可以玩5分钟，那你为啥你可以说呀？但那个时候你说你们一群人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你是针对是他们，不是孩子多玩5分钟这件事情。你是要的是自己的权利，要的是自己的情绪。总之老师，我就是觉得一群大人站在那儿用半个小时去忽悠一个孩子，这事儿无论放到哪儿他就是讲不通的。你如果想不通，你只会伤害自己最亲的人，你用自己不可控的情绪伤害着所有的人，把这件事情的烈度无形当中推到最高，你在做什么？
你对最远的人去做了最亲的事情，却把所有的冷给了自己最亲的人，你还不醒醒吗？所以现在妻子，你就应该跟他保持一个物理距离，不要跟他一起创业了，千万不要去做自己的喜欢做的事情，那是一种幸福。老师们都说的比较激烈，都是指出了你们身上一些问题啊，但整体是希望我们都能做调整，能够把日子过下去，是吧？丈夫也别觉得好像针对了你，妻子也别觉得谁针对了你，但是真的是希望你们能够有所获益，对你们家庭有所获益，好不好？先下去休息休息啊，这情绪有点哎呦，来，思考一下啊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小杰28岁，来自湖北，销售；小娟29岁，来自安徽，物业管理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如何评价对方？讨好型人格，一直和他妈穿一条裤子，欺负我无依无靠，总是疑神疑鬼，感觉全世界都是他的假想敌。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就是希望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看不到别人对他的付出，好好的日子非要闹离婚。希望对方最先做出的改变是把心思放回我跟孩子身上，别总让我觉得孤立无援。懂点事儿吧，别老让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了。哎呦，这谁先来讲讲呀？我都不知道该从何问起了啊。那我来讲讲吧，是我想来上这个节目的。我们两个认识是在北京上班的时候认识的，当时我们两个就是互相感觉比较聊得来，就一起去旅游了。旅游回来之后就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。现在我们俩在一起已经9年，结婚5年了。我们俩恋爱的时候一直挺好的，但是结婚之后他就变了。他跟他们家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外地的媳妇儿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然后矛盾慢慢就多了起来。因为当时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我父母是根本不同意的，因为是500-600公里的距离，觉得怕我嫁过去会受委屈，然后我自己义无反顾的非要嫁过去。当时他也没有义无反顾的非要嫁给我，中间也吵过很多次架，闹过很多次分手。有一次他父母反对让他去相亲。为什么反对啊？就是远吗？主要是他们家的原因比较多。他们家的原因？家庭，对。什么原因？他们家谈了3年的时候，我们去见父母嘛。他父母说：“哎呀，这小姑娘身高不太行。”然后说：“你们2个要结婚呢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现在结不了，得等2年。”然后他父母说：“我们2个结婚，他们可以给10万块钱的彩礼，还可以给我买3金，但是有一点，必须得结婚的时候，这钱才能给到你手里边。”当时的话是因为我弟在上高中，然后家里那会儿也比较困难，就是等他上到大学之后，我们再结婚。等了这1-2年，我感觉也无所谓的其实。但是我一听他妈说先考虑他弟，我就有点不高兴。然后呢，又发生什么了？然后后面不就是他说要见我父母吗？他爸妈说要跟着一块儿来。我说那挺好啊，挺重视我的。我说我们安徽那边的习俗就是要给我们那边的亲戚啊，每个人都要买上门礼，一般都是准备烟和酒。然后等到订婚来的那一天，他爸妈还有他3个人从车上下来，就拎了2桶那个孝感的米酒。因为当时我父母觉得就是只是单独第一次见个面，那会儿不知道他的所有亲戚都在。谈的咋样啊？见了面聊的也不怎么样。他妈不知道是情商低还是人比较直接啊，他就说如果我们2个结婚了，就是我们做哥嫂的多帮衬一点他弟弟，让他弟弟尽快把这个书顺利的读完。当时我妈一听又不高兴了嘛。不，我觉着你公婆挺好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一个字儿假话都没有。别亏着你们家女儿。我这不是情商低，我这是实话实说呀。那后来呢？这不行，别嫁了呗。这条件这么对呀，就算了呗。你这。然后我父母就不同意这门事儿，就说我们家就是不同意，今天就不用谈了。是你坚持要嫁他吧？对。然后他后来他父母给他安排相亲了。他当时又开始一直就是来捅过我，就说我会对你好的。你放心吧，你嫁远了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以后我肯定是跟你一条心。然后我又心动了，然后又发生啥了呢？我不就说服我父母吗？我妈说，那我就不管你了，以后你有累你也别回来哭。我说行，我说我嫁。后面就开始办订婚嘛，刚订完婚没多长时间，我发现我怀孕了。怀孕了之后，我就跟他妈商量着婚事就要提前办，然后他妈就说可以啊，现在可以办。
但是10万块钱彩礼给不了，只能给6万，3金也给不了了。所以奉劝所有的姑娘啊，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正常来，是吧？你看你这提前有了宝宝就很被动。后面我们不就开始办婚礼吗？婚礼开始的时候，双方父母还都挺好的。到那个改口费的环节，然后他父母给我的是10001，就寓意着万里挑一。但是我父母给他的是8000，他父母当时那个脸就黑了，然后说给这么点儿。等到这个婚宴结束了，我们不就要送宾客，还有我父母去那个住的那个宾馆吗？他说让我先回去，我说那我父母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会安排人给他送回去的。然后他爸妈把他们南方的所有亲戚都送到宾馆了，我就在宾馆等我父母，还没等来，我就给他们打电话，到哪儿了？他说没人管我们，压根就我们还在这坐着呢。然后父母是不是也挺不高兴的回到家了？那这婚后你们是有自己的婚房，还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？他爸妈有一套房，但是我们刚结完婚是一起住的。然后婚礼第2天，他父母就问我要那个6万块钱的彩礼。当时他父母就是结婚之前跟我们俩说，那6万块钱彩礼他也不要，就给我们俩。我父母开始是想给我的，然后那个婚礼上受了很大的委屈，后面他就没有给我，我也没要。他父母是问你那个彩礼是在你这儿呢，还是在父母那儿呢？还是说管你要，说拿来给我？他说如果给你了，你就可以把这个钱给他保管着。那同样放在你妈妈那里不是也安全吗？但是他父母跟他不是这么想，他父母说我是伏地魔，因为我家里还有个弟弟，然后他就说我妈这个钱故意不给我，留给我弟弟上学。然后后面又是因为他上班，我是怀孕在家，需要靠他给我那个生活费，他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，然后我就会买一些待产用的东西，然后他妈看到又不舒服了。当时每个月给他5000块钱，他不够用。后来我知道他把信用卡也给刷爆了，刷爆了之后呢，然后我就把那个5000块钱每个月给我妈。他那个5000不是说每个月都5000，他说的是最高的那个数，就以后我要用钱得找他妈审批，他妈同意了，我才能花这个钱。不是，那你咋同意的呀？我不同意啊，但是他们2个就把这事儿给定了。你这生完孩子坐月子是婆家在照顾是吧？坐月子他本来答应我的是去月子中心，后面他又过来开车把我带回家了。我们俩经济本来就不是很好，因为一开始规划是他父母把那6万块钱给他，然后我们过日子，然后有了钱之后就住那个月子中心，再加上我母亲也说了可以照顾他，给他做饭洗衣服什么的都可以照顾。照顾的好吗？请问他是给我做饭了，孩子是从来都不管。就后来呢，你月子也出了，你也恢复了，那这个带孩子上呀，或者养育教育孩子上啊，后边相处的好吗？也不好。我婆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人，她说什么就得听她的，看孩子方面就不一样，有分歧。然后后面我不就说要自己带孩子吗？自己带孩子那是因为我那天去面试跟婆婆吵架了，然后她就搬出去住了，然后我才开始自己带的。就是因为她出去面试了，然后我妈在家带孩子，看着孩子，然后孩子从车上摔下来了。然后就赶紧给他打电话，他正在面试呢，让他回来。我就从楼下就听到孩子哭，赶紧往上跑，说妈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摔的？当时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。他说还不是你买的车不行，净买一些破烂的，要不是这车质量不好，孩子能摔吗？您在家看孩子，孩子摔成这样了，你怪我买的车不行？那你要不然你买吧。他说我买屁呢，我买，就这态度。而且我出去上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过年的时候他给他爸妈2000块钱生活费。我心想也不多，给就给了呗。我说你给我父母1000吧，当时就不乐意了。我没钱啊，给不了，我就这2000块钱给我爸妈了。不是那会儿，因为他刷完信用卡刷爆了6万多，那会儿把所有的钱都基本上还到信用卡。不是你干嘛刷了6万多呀？有大部分都是给他用的。他应该是有段时间没工作，他有一个朋友嘛，老是大晚上叫着他去喝酒。当时我手里就4000块钱，他知道了。正好碰上他爸找他借钱给他弟弟交学费，说没钱交，找他借3000，都没跟我说，我是事后才知道的。你如果选择不上班，你就搬出来单住去带孩子，这不也能解决一定的矛盾吗？是的，后面是他开始不是在武汉上班嘛，因为孩子摔了，我就说先不上班，我在家跟婆婆一起带孩子。带孩子之后呢，就我们俩以前是每天都会视频通话，然后他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，发消息也不怎么回。视频呢
就有时候给他打，他说在忙，要不然就不接。然后后面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嘛，我就说要不然你就回来上吧，在老家上，这样我们又不用租房子，然后吃饭，然后有爸妈管着我们，他又不愿意了。然后后面他们最迟2个礼拜会回来一次，看我跟孩子，就从武汉到他们老家。那个礼拜他就说回去不了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们公司要组织去云南团建。我说你到了就打个视频汇报一下。然后到了之后，他没给我打，我给他打过去，他就接了。接了之后，我就说你把摄像头转转。然后那天他就死活不转，然后我就不高兴了，我就感觉肯定有鬼，平时一说转就转过去了，我就把他电话直接给挂了。我说你也别找我了。然后他也急了，直接跟我微信摊牌了。我跟你说吧，其实我是跟女的一块儿去的。是跟几个朋友，不是一个女的，就是有几个朋友，是2个男的2个女的，然后一块儿约着出去玩。因为我觉得也没什么，我就2对儿是吧？哈，是的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赶紧回来啊，然后还是没回，人家还是在云南玩了1个礼拜才回来。哎呦，当天他回来之后，然后我就逼着他跟他大吵一架，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女的微信啊什么都照片都给删了。我说这事儿我忍了，孩子又小是吧？然后他又一直咬定他们没有一起住，是分开住的。我说你以后再也别跟这女的联系，咱这日子还继续过。然后这事儿吵了好多天，看他手机就无意间嘛，他有2个微信号，那女的又跑大号里去了。那是大号一开始也有他那个女的微信的，删了吗？后来的话，他当着面是删了的。现在都删了是吗？你确定你删了吗？是删了。可真的要现场查让妻子看，让妻子看有没有删。好，来，要这2个手机啊？是的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他的。您检查一下。你的手机拿上来干嘛呀？因为我手机上有一张他们2个那个聊天截图在呢，还在微信上呢。您看，您刚才又撒谎了。还在这儿。您看，就是他。他说他早就删了，现在妻子把手机拿上来，算是一个突击检查。打开一看，这个女的还在里边，说明他又重新加回来了，是吧？对。你加他要干啥？业务上的话，之前可能有点问题，就是联系了一下。那个女士，你手机里说有个什么截图？什么截图啊？就是他们俩聊天的截图。聊的什么内容？就是这个女的给他拍了一个自己的视频，就是脸上的那个照片。然后他就问他说：“你是来武汉玩几天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早就回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又回去了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然后他又问这个女的说：“你不是说好要请我吃饭吗？”这个女的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空。”他来一句：“只要你找我，什么时候都有空。”我记得就是其实这个事情之前就截图你是给编导看过的，还有一些内容更不好说出来是吗？是的。方便让我们老师看一下，帮你做一下判断吗？我们能看一下吗？就是不播出是吧？不播出。你真能忍，这个一般女性都忍不了啊。但自从他现在出来上班之后，我们俩基本上每天都在一起，也差不多1、2年的时间。是啊，我再不跟你一起，孩子都没爹了。这2年，他表现怎么样？就是他跟他妈总是穿一条裤子，一有什么矛盾，他就是向着他妈。那你现在出来工作了吗？出来工作了，然后我们俩现在是在一个地方工作。那孩子是婆婆给看着？是的，然后每个月给婆婆生活费。但是他的钱现在给你吗？不给，我们俩钱自始至终就是各管各的。那谁的钱给婆婆照顾孩子？我的。你出啊？我也无所谓，这1000块钱也不多，但是我就心里也很难受，给的很憋屈，你知道吧？我给他1000块钱，回家我婆婆在我耳边说什么？哎呀，这1000块钱够干什么的呀？这还不够孩子天天吃水果的，就我听着真挺难受的。你的父母知道你的现在的生活情况吗？知道的不多，我一般就是很少跟他说我发生的这些事儿。我们也采访了你妻子的父母啊，他们其实也有话说的。虽然老人不常常见到你们，但是心里其实什么都知道。其实我和他爸一开始就不同意他远嫁，这么远受了委屈我们也不知道，但这孩子自小就主意症，你知道吧？结婚这么多年回不来几次看我们，但你说这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哪有不心疼的呀？我就想说，咱家大门永远为你开着，既然现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就赶紧离了，带着孩子回家，咱和你爸一起养着，用不着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。人家有娘家托底呢。您听了以后什么感受啊？就感觉他父母不太满意我吧。你觉得你让他受委屈了吗？可能在家里跟我父母那边的话，可能让他受了一点委屈。
你觉得她嫁给你幸福吗？大部分还是比较幸福的。啊，哪里幸福？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话有很多，就是我们俩每年基本上也会出去玩一趟，然后平时的话我也没有让她太为钱而发愁过。你们俩现在是在一个单位工作吗？不是，在一个城市，所以每天生活在一起哈。对，现在相处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就主要她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向着我妈，然后觉得我跟我妈是一条心，不帮她，她在家觉得委屈。你们俩多久回去一次陪孩子？差不多2个礼拜吧。2个礼拜回去一次，一次待2天是吗？就这也会有很大的矛盾。现在矛盾相对来说少一些，但他那个工作不稳定。现在有的时候可能1个月就1、2千块钱，然后有的时候多一点，就是。然后我就得把我的钱拿出来补贴他。他对工作就是眼高手低，干一段时间，然后觉得不合适，然后又跳槽去另外一家公司。希望我们帮你什么？首先，我跟他父母之间的矛盾，他得向着我。然后他的工作不要总是挑3拣4的。我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。一个女生一旦选择了远嫁，往往都是为了爱情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，你的妻子在远嫁以后，到了你们这个家，她就成了唯一的外人。婆媳矛盾之间，我不同意妻子说的，因为我远嫁，我们一旦产生矛盾，你就应该都向着我，这不对。如果说婆家的人看到的是你们的相亲相爱，看到的是你丈夫对你的爱护保护，谁敢欺负你？所以做妻子的她并不是想要你的袒护，而是想要你的保护啊。我建议你做些具体的事情，1年能够有个2、3次去看看自己的岳父岳母，尽能力的去孝敬他们一下。你做了，他温暖了。老人不容易，不容易在哪里？明明强烈反对，你们2个人义无反顾要在一起的时候，老人没有阻止，反而是在婚礼上受到了这样的待遇。您说愧不愧对？我觉得我听完之后心里特别堵得慌。就这位女士，你真的很让人同情，但是我又觉得听完你的诉说，我又同情不起来。你一直在控诉，你一直在呐喊，但是又如何？因为你还想跟他过下去。从一开始你就是那个上杆子的那个，人家父母亲从见你第一眼的时候就开始对你品头论足，你为什么不转身就走呢？还有就是你们2个才是2口子，你的钱归他一半，合着他以后要钱还得找你妈要，知道谁是你的老婆吗？知道谁是孩子他妈吗？还有刚才去云南那个事儿，你太没有边界感了，就这个事儿他就应该走。女生，我就说说你从一开始你就是恋爱脑，未婚先孕，不自爱，而且你这个未婚先孕之后一再降低自己的身价。既然你能够自己挣到钱，而且呢娘家也挺给力的，有些东西呢它是改不掉的。有些家庭他从那个核上从根儿上他就是那么样的一个家庭。我希望你将来奋发图强，如果说你愿意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去隐忍，那也没有办法。当你忍不了的那天，我希望你大胆的往前走，没有多大个事儿。我也不知道该说啥。哎呦，真的好生气啊。我觉得你们夫妻之间经历的是很多年轻夫妻都会经历的问题，比如说婆媳的问题、养育孩子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，以及你们之间的磨合和沟通的问题。除了咱就说云南那件事是有些越界了，但那是2年前的事儿了呀。我们一定要趴在过去的痛苦中去走以后的路吗？我觉得姑娘你现在就在干这件事儿啊，这日子是你想过，姑娘从头到尾你都一心想跟他过日子，一边过着一边骂着，这日子怎么过吗？我觉得从头上说实话，他爸妈就是那种老实人，说实话可能文化程度也不高，经济条件也不怎么样，人家也没骗你嘛。你说妈我不介意我要嫁，我是真的觉得你们最初是因为爱情而走在一起的，
然后走到今天，听起来被现实，可能家家户户都会经历的现实打垮了，不应该呀。爱情是两个人一起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最后磨合成为一个幸福和谐的婚姻生活，对吗？而且我现在明明看到你们奔向那个和谐去了，何必要一直抹着眼泪回忆过去的痛苦呢？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啊！所以别磨叽了，好好过日子。你去找一个踏踏实实能多挣一点钱的工作，哪怕做2份工作，销售收入不稳定，那咱干一个其他的兼职的，对吧？送外卖也好。你去那个人家能做物流，你不能去做那个快递的分发呀。你说你跑不动快递，没有体力，那你去那个快递站，很多工作可以去琢磨着干呀。咱把劲儿用在正处过日子上，别用在这鸡毛蒜皮这些过去的痛苦里。往前看，别回头，这是我送给你俩的。我今年才几岁大，我现在好为难啊！我妈妈嘴里，我奶奶就不是个东西。天天照顾我的是我奶奶，我妈2月看我一次，2星期，2星期。但是在我妈嘴里，我奶奶已经不是个玩意儿了。我现在看我奶奶每天看我那眼神，我都寒得很。对呀，我奶奶看我的眼神里，嘿，这小子就是你妈跑到那儿，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一老恶婆婆。你以后还想缓和关系吗，小娟？没事，她脸皮厚。你婆婆脸皮可不厚，你就是吃准她脸皮厚这套，怎么骂都行。哎，我从另一个角度跟你聊聊，老人家欠你的吗？不欠呀。首先第一次，本来我上门，我去女方家，我到了地方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们家没钱，我们家俩儿子还一小的呢。你要真想结婚的话，过来多照顾照顾弟弟，都是实话啊，我可没藏着。我可没明明很穷，我去那儿装有钱，没有。然后你说不同意，不同意就算了，我没有怨恨。然后你的丈夫跑到那儿，你们俩突然之间给我这老人家来了一个意外之喜，我都说了不同意了，你们俩怎么给我弄出一大胖孙子来？哎，我当时就不同意，你怎么着？他当时就同意了，问题是？是啊，我为什么同意了？我一方面为他想，我一方面我不是为你想吗？这老太太你恨她恨到今天。还有一个，你说钱少了多新鲜，计划外呀。以前说好了10万我攒2年我给你，突然之间你们小两口给我弄出一大胖孙子来，你连攒钱的功夫都不给我，我也给6万啊。所以这些是非你要记到今天吗？你能现在大声说一次我婆婆其实还行吗？我婆婆其实还行。行嘞，谢谢你。我费了这么半天劲，就为给你搭一台阶儿。你记着啊，人说话做事给自己留后路。哎，小杰，咱们干过什么事儿，我就不揭你的伤疤了，行吗？行，行吧。忍字头上有一把刀，革尽尊严泪滔滔，就是你现在这样。忍让不是美德，你得醒醒了。你在不该忍让、不该妥协的底线问题上一再妥协。远嫁，你好像入了一个局，你的老公和他的母亲结了一个盟，对你是经济管控，这不都是你自己找的吗？你忍出来的呀。所以现在不要抱怨说婆婆怎么样，人家现在做的对你还不错。也不要期望你老公对我父母怎么样，没用，因为那也不是你父母要的。你父母的话分明显示说，女儿你怎么开心你就怎么去选择。所以你现在的选择是还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，想必他有对你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收起那份懦弱，先去解决你们俩之间的问题。先生，1年多前的云南旅游的事儿不提了，但怎么去能够让你的妻子把这事儿画一个句号？你告诉我。就是那个微信删掉嘛，以后删不联系。能现在删吗？可以。请拿手机，现在删。我觉得这个动作必须要做，这是能够让你妻子踏实的一个基础。那接下来你还要做2件事情，把财务权全部交给你的老婆，表明你对家的真正的一个回归。
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件事就是断奶，多听听老婆的，少听听老妈的，好不好？两边家庭的事儿，小两口一起商量着办，这样你们日子才能越过越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请2对夫妻回到转门后啊，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会是怎样。来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，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"爱情保卫战"官微公众号、视频号联系我们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受骗。登录微信搜索"爱情保卫战"官微的视频号。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，情感导师们会与大家在线互动，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更有机会连麦互动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对夫妻，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？请开门。对，这对肯定会出来，这对会出来。哎，没有哎。啊，不可能吧？没有哎。为啥他俩不出来呢？不会吧？这个真想不到。这个太让我诧异了，这个。原来我认为这一对是会能出来。来了！哎呀，这吓我们一跳，真是的。你俩还不拉着手出来呀？离那么远。对呀。这咋还让我们等了10秒，让我们心里一慌啊！你在后边商量商量，看怎么回。那商量了个啥呀？该找工作找工作呗，你让他接受接受社会的毒打，我觉得也挺好。你看你老公还是挺好的啊。那你也不要再这么去逼他了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哈，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好嘞，姑娘，我跟你说，你老公抱着你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，他是真的对你很有感情，咱互相包容，携手向前吧，好不好？祝福你们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你们来爱情保卫战，再见。这有爱的夫妻还是啊？他们的爱是写在脸上的，尤其是那个丈夫是很爱自己的妻子。来看看第二对他们的选择吧，来，请开门。第二对能出来，能出来。不，别出来。能出来，能出来。我觉得应该也能出来，能出来，能出来。你看他们走得很快，没后路了。你俩倒是没有任何犹豫，牵着手就出来了哈。有什么对彼此说的话吗？我以后的话会让他放心，然后不会让他在家里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吧，相当于多去看看丈母娘。对，另外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你怎么去对自己的妈，而是跟妈好好说，人家远嫁不容易。姑娘有什么说的吗？我以后也会跟我婆俩好好的，也不让她夹在中间为难，然后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。好，请亮灯。这还算是一个深情的拥抱了，是吧？小夫妻俩其实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咱们好好相处，好好相爱，加油吧！好的，谢谢。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谢谢我们的老师分享大家的经验，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